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阿勾力。今天我会用代码把这个短片中所讲的交易策略去验证一下。那么写完之后，我会用近几年的历史数据去回测一下这个策略的盈利能力啊。大家现在也可以猜一下这种策略或者说类似的这种策略，它究竟能不能带来正向的收益？最终的回测结果会是这样的，还是这样的？因为这个策略在互联网上的传播的幅度还是不小的啊。我也是刷到了别人做的回测的结果，然后又找到了这个原视频啊，原视频总共是155万次观看。这样的数据以我这种小 UP 主的身份来看的话，还是很恐怖的啊。那么网上针对于这个策略回测呢，也是五花八门啊。最终回测的结果呢，有些在我看来是客观的啊。而有些呢，我就觉得有点强行解释了啊。不过这都无所谓啊，因为那些都是其他人的回测的结果啊，对于我们来说仅仅只是个参考啊，我们必须做自己的回测。好，那么在我们开始写代码之前，我还是简单的用几句话给大家解释一下这个策略的一个逻辑啊。我这里的话就以这笔做空的例子为举例啊。做多的话，就是把做空的条件反过来就可以了。那么策略用到了两根均线啊，一根是20的 SMA 的以最低价的一个平均价，另一根的话还是20 SMA， 不过它是最高价的一个平均价啊。这样的话，它就在图表上形成了一个隧道啊。因为原视频并没有解释止盈和止损啊，所以我这里就使用平均真实波幅 ATR 去当做止盈和止损的一个依据啊。然后只有当连续的两根 K 线的收盘价都处于这个隧道之下的时候，并且当前的这根 K 线的价格它有触及到这个隧道，但是它的收盘价并没有收在隧道之外啊，这就触发我们的开仓条件啊，也就是它还是做了一个趋势的回调啊，就做这个pullback 啊，但是这个时候满足条件之后，我们并不会直接开仓啊，我们会以最近连续多少根 K 线的最低价去下一个突破单。比如说我们刚才所说的就是以3根 K 线形成了这样一个做单条件的话，我们就会在这根 K 线的一个最低价给它下一个空单的一个突破单。只有当后续这个市场有突破这个最低价的时候，我们才会去下空单。否则的话，如果市场反向一直不下来的话，那么我们这笔单也就不会做进去了啊。价格一直不下来的话，我们这笔订单一直不成交的话，过了24个小时，我们就会把这笔挂单给删除掉。然后止盈和止损呢，我们这里就是结合最近的一个价格的波幅啊，也就是 ATR 的倍数去当做它的止盈价和止损价。做多的话就是与之相反啊，最近多少根 K 线有处在这个隧道之上，并且价格有做相应的一个回调的话，那我们就会挂一个买单的一个突破单。这里是止盈，这里止盈，止损空单的止损。好，这就是这个策略的一个逻辑啊，还是比较简单的啊。那么接下来就是我们的代码环节啊，请放心啊，我已经吸取了 AI 给我的评价啊，代码环节我尽量少逼逼啊，速度搞快。好，打开我们的这个 MT5 软件，点击菜单栏上的 IDE 啊，也就是我们的代码编辑器啊，我们新建一个 EA， 随便给它取一个名字 ，Amazing Trend EA MQ5。我们待会儿回测一下，看看有多 amazing 啊。好，我这里先把自带的这些代码都给它删除掉啊。这一块呢都是我们这个版权相关的啊，你们不用写。这里呢是引入 MT5 自带的库啊 ，Trade 就是做交易的 ，Order Info 是用来管理我们的挂单的。这一块是指标的参数相关的啊。比如说我们这里的 lots 每次仓位的一个手数，然后我们这里的 trade time frame 做单的时间周期，然后这里代表的就是
这两根 K 线的一个参数啊。因为原视频展示的都是20，我这里默认值就给它20，然后是我们的止盈和止损所依赖的这个 ATR 的参数。8抗的话，它代表的就是我们用来判断这个 K 线数量的啊。我们刚才举例不是说的最近2根 K 线吗？所以我们这里就写2就可以了。这一块呢，就是我们止盈和止损相关的一些参数啊，包括止盈的 ATR 倍数，止损的 ATR 倍数。然后这里代表的就是我们删除挂单的一个时间，也就是挂单的一个过期的时间啊。我这里默认就是给它一个1天24小时。这里就是指标的剧本的声明。这是我们的 on init 方法啊，也就是初始化方法，它会在你加载 EA 的时候去执行一次啊。我们在这里面通常就会进行这个指标的实例化的操作啊。我这里使用的这2个指标啊，都是 MT5 自带的指标，一个是 MA， 一个是 ATR。如果你指标加载失败的话，那么是做不了交易的啊。常见的这个指标加载失败的原因，比如说这个找不到指标啦，或者说指标的这些参数设置的不合理啊，比如说有些设置成为0或者是-1等这种奇怪的数字的话，那么它是加载不成功的啊。另外就是我这里主要是做的是一个入门项的视频，所以可能写的不严谨啊。如果你们自己想写的话，尽量写的严谨一点，你判断一下这个剧本有没有加载成功啊。我这里的话就偷懒了。然后再接下来其实是 onTick 的方法啊，但是我们在执行 onTick 方法之前，我们必须要给它写一些前置的一些自定义的函数啊，用作交易逻辑的判断。一个是我们的 isNewBar， 就是它会让我们的交易条件只在 K 线的开仓时进行判断。然后再接下来就是我们的 delete orders 啊，它的作用就是帮助我们删除那些已经不需要的订单。注意它不是过期的订单，过期的订单我们会有其他的方法来进行删除，这里只是删除一些其他条件会触发的删单操作。好，那么再接下来就是我们的核心逻辑相关的，就是我们的 check single 啊，它是用来判断你可以认为是判断趋势方向啊。它会从第2根 K 线开始去判断是否有连续多少根 K 线是收在了均线之上或者均线之下啊。至于说为什么第2根 K 线呢？这里可能要大家理解一下这个下标的含义啊。它的这个索引，当前这根 K 的索引是0，这一根 K 线是1，这一根 K 线是2。那么我们判断条件的话，我们刚才举例其实是判断的这2根 K 线是否有处于 K 线之下，那么它这里的下标就应该是0、1、2，从这里开始。当前这根 K 线这根 K 线是用来我们挂单的啊，这根 K 线是用来判断我们的是否产生了这个相当于是 trigger bar 吧。待会儿我写完之后大家应该就理解了。好，那么接下来就该我们的onTick 的方法，这也是我们核心逻辑所处的位置啊。这个方法本质的含义，它会在每个价格每个 tick 变动的时候进行触发啊。但是我们这里会给它加一个 isNewBar， 作用就是让下面的这些交易逻辑啊，只会在新 K 的时候进行判断啊。所以如果你有对于价格比较敏感的一些交易逻辑的话，比如说跟踪止损之类的，你就需要在 isNewBar 之前进行判断啊。因为我们这个策略并没有涉及到相关的概念，所以我就直接放在这下面了啊。然后这里面的逻辑是用来获取指标数值的，这里就是定义一个数组用来接收指标数据啊，这里进行一个时序的转换。这里就是使用自带的这个 copy buffer 来把均线和 ATR 的数据复制到我们这里的数组中去。然后再接下来就是判断我们，首先是我们使用这个 check single 去判断我们的趋势方向啊。这个 trend 它如果是等于1的话，就代表的是我们的上升趋势啊，我们这里定义的上升趋势。如果等于-1的话，就代表下降趋势啊。那么获取到趋势之后，我们还需要获取到trigger bar， 也就是我们的入场信号。我们针对于做多的条件的话，就是使用的 iLow 有没有小于我们这里的这2个均线最大的那个值，就代表它有跟这个隧道产生了一次接触啊。产生接触之后，我们还需要判断我们最终的收盘价有没有收在隧道之外。如果收在隧道之外的话，那么我个人理解就是它
这个形态就已经破了，我们就不能再使用了。比如说这个位置，这种就不能再使用了。然后针对于做空的话，就是与之相反，就使用最高价和这2根均线的最低价进行一个判断啊。而 trigger 它所对应的这个值的话，和我们 trend 其实也是类似的。如果等于1的话，代表做多；等于-1的话，代表做空啊。然后这里的话，就是我们真正的逻辑判断啊。如果上升趋势等于1满足 ，trigger 买入信号等于也满足，并且我们还需要判断一下当前是否有没有持仓，因为我们不想产生一个信号就去做一单，产生一个信号就去做一单啊。当然，如果你需要的话，你可以把这个去掉啊。还有一点要注意的是，大家如果你的这个账号它是只挂一个 EA 的话，你可以这么进行判断。但是如果你的账号是需要挂多个 EA 的话，那么你需要结合这个 magic number， 也就是魔术号啊，像其他视频我们经常讲过的那个魔术号去进行判断。所以这个是需要大家注意的一个点啊。这一块的话就是如果满足做多的信号，我们就需要把之前的一些根据其他的价格所计算出来的挂单价，我们给它删除掉，然后这里就是下一个新的突破单，买单的突破单啊。它使用的价格就是最近多少根 K 线的一个最高价，比如说以这里举例的话，它就是这根 K 的一个最高价去作为它的跨单啊。然后这里获取最高价的话，我们就直接使用一行代码来给它覆盖了啊。然后接下来就是一个突破单，止损价就是使用 ATR 的倍数，止盈价也是 ATR 的倍数。然后具体的订单过期时间就是使用用户设定的这个挂单过期时间啊，3600代表的是1个小时。另外就是如果你的订单有这个过期时间的话，记得你要把它设置成为这个过期订单啊。好，这就是做多啊。做空的话就是完全的与之相反啊，-1、-1、0，然后删除挂单，以最低价去下一个卖单的一个突破单啊，这样就可以了。我们最后点击编译，然后注意这里要是0 arrows 0 warnings 啊，这个已经说过很多遍了啊。如果你编译出来的结果这里有，尤其这个 arrows 啊，如果有错误的话，那么你是下不了单的啊，记住这一点啊。好，那么编译好之后呢，我们直接就对它进行一个回测。那么针对于这种主要还是做趋势类的交易策略的话，最好我们还是把它应用在这个波动性比较强的品种上，比如说黄金啊。然后区域的参数时间的话就18年至今啊1小时。然后我们可视化模式就不用开了啊，有点浪费时间，因为这个策略我已经执行过了啊，我可以确定它是没有逻辑上的错误的。好，然后我们看一下最终回测的一个结果的话，首先它肯定是正收益的啊，这个曲线大家都看得出来啊。然后具体看它这里的参数指标的表现的话，其实可以说是中规中矩啊。但是它的停止期有点长，就是这种不赚钱的时间啊，应该说这一段还有这一段啊，这个时间有点长啊。这种策略你如果要用的话，其实还挺考验人的心态的啊，挺折磨人啊。那么我们在具体的这个图表上去看一下，究竟有没有什么可以值得改进的地方啊？其实还是很明显的啊，其实还是挺明显的。这一段是应该是这一段到24年的4月份，这是21年的4月份，也就是这个位置。然后从这里开始，又从22年的2月份吧，22年2月份，那是这个位置，大概啊，然后到这里，其实可以还是挺明显的看出来的啊。包括这一段，还有这一段，还是挺明显能够看出来啊，就是为什么它的停止期这么长啊，是因为它大部分盈利的时间啊，其实都处于这2段比较强趋势的行情之中啊，所以网上有些分享的绩效比较好的回测的结果呢，可能是因为他们回测的时间有点太短了啊。
比如说，如果你只回测这么一段的话，那么其实相差还是挺大的。像这种盘整的行情啊，很明显能够看出来这个策略它是不擅长的。不过这也很正常啊，因为很多策略在这种如此漫长的这个盘整阶段都已经亏完了啊。所以值得一说的就是说，这个策略它竟然还没有亏完啊，这是让我比较惊讶的啊，也算是还有那么一点点东西吧。那么我这里目前能够想到的改进的角度啊，可能就是还是给它加过滤器啊。我们给它，比如说给它加入这种在日线上给它添加这种 ATR 啊，注意这个是日线的 ATR。这个策略它是运行在1小时的，所以这个指标它是策略里面的，它不是我说的这个过滤器啊。给它加一个日线上的 ATR 的过滤器啊，让它尽可能过滤掉这种比较低波动的市场环境吧，或者说你给它加过滤噪声啊，就是把这些很明显的这种无序的这个市场阶段给它剔除掉。这样的话，可能你最终回测出来的这个结果啊，会是这样，就比较好一点啊，就避免掉这种比较无序的阶段啊。比如说这种，这种就是我们所期望的能够产生出来的这种效果，才是最好的啊。当然，不管你加什么样的过滤器啊，最终会导致的结果就是我们的交易笔数变少啊。这也是我们开发过程中要非常注意的一个点啊，就是需要权衡一下啊，因为它会导致我们的样本数量变少啊，也会影响我们最终对于这个策略的一个信任程度。好，那么这个视频就先这样吧啊。如果对于这个策略感兴趣的人比较多的话，我可以再更新一个视频啊，去改进一下啊。如果比较少的话，那么就请感兴趣的同学啊，你自己去把你想跟进的点写进去。好，如果对你有帮助的话，还请点赞、评论、加关注，拜拜。